好，欢迎来到剥皮狮子猫的频道，我是大奖。那今天是10月26号早上的11点，好，然后今天早上快6点的时候我就起床了，然后开始挑之前拍摄影片的素材。那真的是拍太多哦，然后挑不完，挑到有点中间很快睡着，所以刚才就是去刷牙、洗脸啊，冲个澡之类什么的，然后让自己有精神一点。那再加上我看见外面出大太阳，所以我决定不挑了，好不好？出门吃个饭啊，吃完饭之后呢，回来再继续做一些影片挑选的动作什么之类的，这样。然后再加上我最近有抽了这一台抽中的GoPro 10抽到的免钱然后想说那就顺便上山测试一下这一台 GoPro 10的这个性能，这样。OK， 我先出门，那我们待会边骑边聊 ，Let's go。仰德大道上阳明山啊，去一间叫逗留咖啡的地方吃饭。那我朋友在那边工作，这样，所以好久没看到他了，快2年了吧，2年多了吧，没看到他了。然后顺便吃个饭，看看他这样。那我上网看了一下那一家的逗留咖啡然后外观真的很漂亮日式建筑。那菜色至于怎么样，我觉得现场吃才比较准。那我刚刚这样一路这样骑过来今天风真的很大，所以等一下假如边骑车边讲话边聊天的话，我觉得我讲话的声音应该会被那个风切声给盖过去啊。虽然我的 GoPro 10有装这个防风海绵罩，可是我觉得多少还是应该风切声会蛮大的吧，不晓得。反正就是边骑边聊天这样。OK， 好久没上仰德大道了很久没来跑那个阳明山这样。那前面这边好像有一个噪音取缔，我印象中好像有。还好我是乖宝宝，原厂管都没有改这样，所以不怕噪音取缔。神盾局提醒我还有50公尺通过这边在那边吗？好像没有看到麦克风没关系，那就继续上山吧。哇，哎呦，他是外国人外国人的脚踏车骑士。现在边骑时速60，现在风开始有点大了。然后我刚刚有故意把这个拉高一点，看能不能挡掉一些风切声不晓得，试试看，应该还要再拉高一点才对。很久没上阳明山了，超久了，23天了，23天没有上阳明山。因为上一次上阳明山是10月初去那个切西瓜，10月1号、2号、3号去切西瓜，然后现在影片还躺在我的电脑里面。哎呦，前面有红灯，等一下。现在影片还躺在我的电脑里面然后那3天我光影片拍的那个容量档案因为我都拍4K 嘛，4K 60帧的影片，那3天拍下来的影片档案接近1.6T 1.6TB， 你没有讲错你没有听错1.6TB 这样，我也没有讲错那为什么容量会那么大呢？是因为想说没有切过西瓜嘛，再加上台湾的那个高山路很容易因为下大雨、台风，然后可能就是哪里坍塌啦或什么的，像南横公路，你看一瘫就瘫了10年多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全线通车所以那3天我3天把整段的路程全部录下来，骑车的过程全部录下来。所以再加上一些有的没的素材全部大概1.6T 上下这样，然后到现在我连那个素材都还没去看因为我前面还有拍什么9月初还有拍那个60弹山的金针花啦，那9月中还去拍了一个树莓矿场的影片然后接下来又10月初那个
3天的切西瓜啊，到现在哦，我现在才开始，今天早上还在挑那个60担山的那个素材而已，所以真的是影片剪不完哦。然后再加上你看，我现在你看出来吃个中饭，又要拍影片、拍废片，你看这样影片怎么剪得完啊？根本剪不完好不好？你这台车是创啥小朋友啊？这什么东西？阳明山那个相机真的很多啊，因为阳明山之前发生还蛮多事故的。我印象中好像某一年吧，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游览车、大卡车哦，撞进人家的房子哦，造成很多人伤亡这样哦。那个新闻还余悸犹存。哎呦，阿妹要戴93的安全帽，秀仪的，应该是正牌货，不是假货哦。去吃饭那个逗留咖啡啊，我刚才上网 Google 了一下，它的地址哦，就是过了那个就上网永德大道嘛，然后有那个麦当劳嘛，麦当劳再往前走一点，就到了那个逗留咖啡了。那上网查了一下，好像是什么抓马咖啡集团开的，好像是吧？假如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假如有错误资讯有错误，再纠正我一下。然后我的小 V 好不好？XADV 小 V， 从这个月初啊切西瓜回来，洗完车，10月3号哦摆到现在，过了23天，今天26号嘛，过了23天，今天才终于发动它哦，有23天没看到这台车，有23天没发动它。因为平常呢上班，说实在的，下班也累了。然后想说趁下班一些小小的空档之余呢，来挑个素材啊，剪个影片之类的。那可是每当坐下来电脑桌哦，素材挑没不到20分钟哦，就开始嘟咕啊啦，就开始想要睡觉打瞌睡这样。真的是上班太累了，因为我上班哦工作是12个小时整啊，8点半到8点半是。晚上的8点半到早上的8点半，所以算是上大夜班啊。然后下班真的是还挺累的，所以有时候关于剪片这件事情哦，也是心有力啊，怎么讲？心有余力而力不足，还是什么心有什么的？好吧，我也忘记那个成语怎么讲。反正就是我很想挑素材，做一些关于剪片相关的事情，然后把进度赶上。可是每坐下来不到20分钟、20多分钟哦，就开始想睡觉，然后想说啊，算了，洗个澡睡觉比较重要，身体健康比较重要。再加上呢，我拍的影片，我的频道又不是什么商业频道，又不是我又不是靠这个赚钱的，那这只是我一个兴趣。然后想要把我拍的影片留下来，留作纪念。那当然，留念我也不想要素材这样随便就上传啊。以前年轻不会剪辑哦，不会懂这些东西哦，然后可能真的是，被阿伯给送上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呢，不会剪辑嘛，素材反正就拍了就上传这样，管他的。因为 YouTube 就是那个 YouTube 啊，就是反正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免费的影片空间啦。然后就反正就一直上传，那上传多少容量，他也没有收钱。未来会不会收钱，我不晓得。等一下看一下，未来这个 YouTube 会不会收钱，我不晓得啊。反正我这个影片就一直上传。然后呢，风真的很大。然后呢，是到最近的2-3年，我才开始会剪辑。当然以前会剪啊，那剪的方式就有点像照片上去这样，搭配音乐，那看起来很像在播放幻灯片啊，有音乐的幻灯片啊。因为到最近2-3年，
才开始会学会剪辑啊、剪影片啊，然后搭配音乐节奏啊、一些转场之类的，然后才会这样的一个剪辑这样。所以现在呢，出门动不动就想要拍一下，那因为拍了又没办法马上剪，那代表呢，我的硬碟也是快爆了。那因为我都拍 4K 嘛，然后塞了一大堆档案，然后像那个刚才讲那切西瓜啊，全部档案 1.6T 啊，我都还放在记忆卡，我根本塞不了我那个另外5T 的那个硬碟档案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塞了。然后想要买 NAS 碟呢，买那个什么 NAS 碟啊，然后哇，那个我上网看真的不便宜啊，好贵啊！感觉啊，算了，就先这样。等到要剪那个切西瓜的时候，再来整理一下硬碟空间，让我有那个剪辑的档案空间这样。哎呀，看到这个中油加油站，看到那个麦当劳，表示那个豆流咖啡快到了啦。然后我朋友说到门口要打电话给他要帮我保留 VIP 位置。听说那个豆流咖啡好像车子要停外面吧，我也不晓得，就是反正里面不能停车就对啊。他说打给他，他帮我处理一下，帮我处理一个位置这样。OK， Google 是说过了这个麦当劳没多久就可以看见那个豆流咖啡了。我来看一下那个豆流咖啡到底在哪儿没想到这样聊，我就聊天讲的干话，这样也好快就到这边。是这边吗？干！我差点被公车撞，对不起，抱歉。豆流咖啡原来那么近，打电话给他，先打电话给他。好像挺漂亮的呢。好啦，我先跟我朋友联络一下，待会见。现在停好车了。然后要来这一间豆流森林豆流咖啡来吃个中餐放松一下。然后我刚才我朋友啊，那个陈彼得啊，他叫我这边周围逛一下，这样看有什么东西。这边是厕所哦，厕所化妆室，感觉还蛮漂亮的。那我来绕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，这样。这边就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一个日式建筑啦，日式建筑屋这样。然后上网看，好像就是它有一定的年份的吧，好像什么昭和什么几年的。我回去查个资讯，再补在荧幕上面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先绕个一圈哦，绕一圈，还蛮漂亮的，蛮多人。看这里人下来吗？根本不能下来啊！我跟你讲，走这边应该是要走这边才对哦，人家这样跳下来。然后这边就绕到刚刚那个前面我要进来的这个地方哦，就是刚才在门口等我那个陈彼得的那个地方，豆流森林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这边应该是好像又是绕到后面去吧。OK。没关系，那边等一下再看。我先进去，然后说蒋先生有定位。Let's go。你好，有定位吗？有蒋先生。蒋先生吗？对，这边。对，谢谢。哇，古色古香。哇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用餐就2小时，低消一个人就250。250是？对。那我要点餐的话是直接过来帮你点。哦，好。那牛肉披萨跟欧姆蛋今天就没有供应，其他你说牛肉披萨跟欧姆蛋。欧姆蛋。好，了解。都可以点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哇，这里真的是还蛮漂亮的，然后帮我安排在这个窗边的地方还不错啊，只是背景有点杂乱，挂他们员工的日历，应该是吧？不是哦，他是挂那个和服啦，让你可以好像穿拍照之类的吧？不晓得，反正这里就是一个杂区就对了。
OK， 那我就先点餐，等一下拍餐点给你看。刚刚吃到一半，我才发现这个餐盘啊有自带转盘、自动转盘的效果，请看，看他妈超酷的！我刚才吃到一半才发现呢，早知道在吃之前我就给它转一下，有没有？自动转盘的效果。那我刚刚已经吃完什么华尔道夫鸭胸沙拉，应该没有记错名字。这名字超长的，因为通常名字长的菜色哦，它都可以卖比较贵，所以华尔道夫鸭胸沙拉听起来就是很厉害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奶盖高山红茶，所以听起来也很厉害，所以卖比较贵是正常的。开玩笑啦。那假如你问我说刚刚那一道菜好不好吃哦？因为我个人觉得，我对美食评价我不会去形容它的那些细节啊，然后比较啊这一道菜如何好吃。可是呢，我个人对这一道菜好不好吃有3个等级，就是好吃、好好吃跟超好吃。那超好吃是在我的等级里面是最高的，表示这一道菜真的是超级好吃，好不好？所以刚才那一道菜我给它最高等级叫超好吃，所以这根本就讲干话，因为我无法形容它到底超级好吃在哪里，而对我来说，我就觉得超级好吃这样。然后现在吃饱饭了，然后这一杯饮料喝完，那待会就要下山回家，继续我的挑影片素材，因为真的是太多影片了，剪不完这样。那今天会来到斗流森林呢，是因为早上就是刚好我的这个朋友啊，他 po 了这个斗流森林的这个打卡照片，我想说，好久没出来看看他了，那所以就来这边找找他，然后顺便想说吃个中饭，吃完中饭稍微骑个车，车子有骑到，反正23天也没有碰到他，车子稍微有骑到，然后饭也有吃到，然后下山继续回家挑影片，这样挑素材影片这样 ，OK。好了，那我这杯饮料喝完，那我就要下山了。现在吃饱喝足了，然后也结完账了，现在要回家了。那是我朋友，他现在正在忙。好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这里有几棵树要稍微拍一下，因为我对这种花花草草是不太熟啦，没有去研究这种东西，因为我家没有后花园，没有很大的花园可以种这些花花草草，所以没有特别的去研究。不过他跟我讲，这一棵树这个叫金桂树，啊，金桂树，看一下，什么叫做金桂树？那其实我对这个金桂树好像也完全不了解。OK， 他说这金桂树已经长了大约接近100年了，因为他说，假如金桂树一般长的话，5、6年的话，大约才长这么高。大约才几公分而已。那像这样这么高的金桂树的话，它已经超过100年。然后这个是有被文化局列管的树木，然后他在那边说，还有几棵树木啊，也是有被文化局列管的。然后它上面都会有这些树木的介绍，这样。所以你们有空的话，有空有闲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。那这里真的不错。然后我刚才上网去查询了一下，看了一下它这边是大约是西元1937年算是昭和时代的日式的老房子然后所改建的。那这一间抓马咖啡，它是在2019年大约11月左右跟文化局承租来做这样的一个咖啡厅，这样，所以还蛮
古色古香的。然后它这里啊，这一间建筑物啊，它以前是什么台湾省农林厅啊，然后的类似的一个什么实验所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以前很老旧的台湾省政府的一些就是农林厅的东西这样。好，然后它这边刚刚没走过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它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竹林这样。很漂亮，所以你只要来用餐有没有？你来用餐的话，假如你是坐在这一排来用餐的话，哇，那真的是边吃饭，外面就看到竹林哦，那真的是非常的很有日式的感觉哦。因为现在疫情哦，不能出国的关系，所以来这种类似日式的房子，然后来用个餐哦，然后欣赏这样的一个风景，那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。那像我刚刚坐的那个位置，然后它外面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那个超过100年以上的金桂树哦，那真的是很漂亮。OK， 我现在要回家了哦，继续回家挑影片、剪影片哦。然后厕所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有介绍，那它厕所里面很干净，超漂亮，超级漂亮。OK， 跨上我的小 BB， 下山去 ，Go！ 大哥，你这台买多少？49.8。49.8。嗯。明年式的还是今年式的？今年啊。今年式的、哦。对。哦，赞。谢谢。我喜欢。谢谢。哎，我过得去哎，但靠背，我发现我过得去。过得去。哎，对啊。哦。再见。好，小心。好 ，OK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你要直接回家？对啊，直接回家啦。好。对啊，拜拜。那你没有把那个雾灯送给我？你不早讲，我卖掉。你早点讲，我他妈连送都送给你，好不好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我是真的突然间觉得好像不错。哦，那雾灯不错啊。对啊。那雾灯超亮的，可以妈照瞎人呢。对啊，我想说这样我下山哇，好亮。那超亮的，好不好？整个山头都是你的那个生长舞台这样。好了，拜拜，谢谢啦，拜拜。下山了，现在要回家了。然后这一趟出来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测试我现在下巴挂的这一台 GoPro 10啊。那因为它这台 GoPro 10跟之前的 GoPro 8比起来，它的重量会多好像100多公克吧，所以挂在安全帽上面，它的重量会稍微再重一点。可是目前我现在戴上来，我的颈部、头部是没有感觉到酸痛。那另外来讲，就是说以前的 GoPro 8，我的上一台 GoPro 8，它只能拍4K 60帧，然后宽的画面，哦，然后它现在10呢，一样4K 60可以，可是它能拍到那个 Super View， 就超级宽的画面。所以最主要也是要来测试一下，超级宽的画面跟我之前8的一般的宽的画面到底差在哪边这样。那当然。它也可以拍4K 120，可是拍4K 120的话，它的那个宽度又变为一般宽这样，所以就是特别来测试一下，超级宽跟一般宽，到底差别在哪里？那当然，它的2.7K 在上一代就可以拍 Super View 啊，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个人都拍4K， 所以我也不想用拿2.7K 的画面来拍 Super View。那因为刚好这一台4K 它有 Super View 60帧，然后所以就来测试一下。好啦，
感谢你的收看。那这又是一个废片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出去吃个饭，然后骑我的小 BB 的废片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大奖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